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 Tea Time Saturday，我係 Jackie。唔知你有冇學過兩樣好唔似嘅嘢嘅時候咧，發現佢哋竟然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喎？點樣先可以有效咁掌握一啲學習嘅技巧，令到我哋好有效、最快速咁達到最高嘅水平呢？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我個 channel 咧，我嘅頻道咧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同埋生活智慧嘅一啲書嘅。如果生活忙碌嘅你冇時間閱讀，又或者喺茫茫個書海裏邊唔知揾邊一本書嚟閱讀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喺我嘅影片裏邊咧最有效咁掌握到我為你提煉嘅書裏邊嘅一啲精華。今日同大家介紹嘅書咧，書名叫做《The Art of Learning》，咁嘅中文譯版咧就係學習的王道。咁本書嘅作者咧係叫George Weskin 咧，佢6歲嘅時候咧就無意中接觸咗西洋棋，咁佢就啟發咗佢對西洋棋嘅大量嘅熱愛，於是乎咧好努力咁學習啦。由9歲開始咧就連續8次攞到全美嘅冠軍嘅。咁佢喺22歲嘅時候咧開始去學太極拳，亦都多次喺太極拳嘅比賽裏邊咧攞到世界冠軍。George 點樣可以將西洋棋同埋太極拳呢兩個看似完全無關嘅兩個唔同嘅領域裏邊攀登上巔峰呢？作者經過深入嘅思考同埋實際嘅演練，就歸納咗佢一啲互相相通嘅一啲學習原理，寫成咗呢一本咧適用於各個領域嘅深度學習秘笈。咁佢就話咧，佢最後發現到佢最擅長嘅咧並唔係西洋棋，亦都唔係太極拳，佢最擅長嘅咧係學習嘅藝術。咁咧，我就將呢一本書整理咗5點，我自己認為好有效嘅一啲學習心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第一，兩種嘅學習心得 ，two approaches to learning。發展心理學家咧曾經針對學生嘅唔同嘅學習模式咧，對佢哋學習嘅效果咧，同埋佢最後對嗰啲教材能唔能夠熟練咁掌握咧，做咗一啲好廣泛嘅研究嘅。咁咧，佢哋咧最後就將智力咧就分成2種類型嘅。第一種咧就係固定智力論，第二種咧就叫增長型智力論。咁固定智力論嘅嗰啲學生咧，佢哋通常咧係受到佢哋嘅屋企人啦、家長啦或者係師長方面嘅影響咧，先至有呢種心態嘅。咁通常佢哋就會話我對呢樣嘢好在行，或者我對嗰樣嘢冇乜天分咁樣。咁通常佢哋會將自己嘅成功或者失敗咧，就歸咎於一種固定嘅天生嘅能力啦，即係天分咁樣嘅。咁而嗰種增長型智力論嘅學生咧，通常咧佢哋就會將佢哋嘅成功失敗咧，就會講成為因為我落咗好多苦功，好努力去做嗰樣嘢，又或者我應該更加努力去做某一樣嘢，去描述佢自己嘅成功或者失敗嘅。佢哋通常認為，只要佢哋多下苦功咧，即使再困難嘅問題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嘅。研究就發現咧，遇到困難挑戰嘅時候咧，嗰啲增長型智力論嘅學生咧，往往都會奮起接受挑戰，然之後達到呢個挑戰所需求嘅程度嘅。而嗰啲固定型智力論嘅學生咧，就比較脆弱同埋比較容易放棄嘅。而令人驚訝嘅地方咧，就係呢個研究發現，個人嘅表現同埋智力水平咧，其實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嗰啲好聰明但係擁有固定型智力論嘅學生咧，往往佢表現咧係比嗰啲智力水平冇佢咁高，但係擁有增長型智力論嘅學生咧係差嘅。嗰一啲相信天分嘅聰明伶俐嘅學生咧，佢哋面對壓力嘅時候咧，個反應係最差嘅。佢哋亦都最唔容易喺失敗裏邊爬翻起身去復原嘅。所以如果你係家長想稱讚你嘅小朋友嘅時候咧，最好嘅方法咧，你唔好讚你小朋友聰明啦，或者有天分，或者着重嗰個結果，反而你着重讚個小朋友對成件事嘅努力付出，同埋着重講嗰個過程，咁你會對小朋友嘅成長更加有幫助嘅。咁如果你發現咗自己咧係有一個擁有固定型智力論嘅咁樣嘅傾向嘅時候咧，咁你就多啲留意下自己，調節一下自己嘅心態，因為追求卓越嘅關鍵咧，係一個長期學習嘅過程。第二，保持自己嘅本性 ，stay true to yourself。作者總結佢早年喺西洋棋比賽裏邊屢次獲得勝利嘅重要關鍵咧，係因為佢捉棋嘅風格咧係直接反映咗佢嘅個性嘅。佢嘅天性咧係偏好嗰啲混亂嘅場面，而佢亦都好擅長去
把控嗰啲錯綜複雜嘅棋局嘅。咁佢早年嘅時候咧，佢導師咧就順住佢呢一個性格咧，引導佢學棋啦。咁所以佢就有一種如魚得水嘅感覺。到佢後嚟成為咗棋藝大師嘅時候咧，佢原本嗰個老師咧已經唔能夠再教佢啦，所以佢就拜咗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國際棋藝大師繼續學棋。而呢個新嘅老師咧，要求佢用另外一種同佢性格完全相反嘅方式去思考同埋捉棋喎。於是乎咧，作者就拋棄咗佢嘅長處啦，變得唔再相信自己嘅直覺啦。咁佢就感覺到自己同西洋棋嘅距離咧越嚟越遠，於是慢慢咁樣失去咗對西洋棋嘅一種熱愛。雖然咧，我哋係要拋開一啲既定嘅觀念咧，先可以學習一啲新嘅知識，但同樣好重要嘅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唔能夠失去咗個人嘅風格同埋自我嘅特性，因為呢一個係我哋保持平衡嘅重心嚟嘅。第三，勝由敗中求 investment in loss， 先學會輸先至有機會贏。失敗經驗咧，往往比勝利咧更加有價值嘅，而承認自己有錯咧，就係我哋下一個成長嘅一個基石嚟嘅。所以無論你喺邊一個領域裏邊學習咧，只要能夠避免重複犯錯咧，無論係心理啦定係技術層面上面咧，都一定能夠幫到你可以脫穎而出嘅。有一啲錯誤咧，佢可能唔係咁明顯，所以並唔容易覺察到出嚟嘅。作者早年捉西洋棋嘅時候咧，佢唔知道自己咧喺棋局同埋喺心理上面有一啲轉變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犯錯。佢經過好多個月嘅研究咧，先發現咗自己有呢一個咁樣嘅模式。於是乎咧，去慢慢調整，去慢慢改正翻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都好值得留意下自己有冇一啲經常一犯再犯嘅一啲錯誤嘅模式咧，咁慢慢可以調整翻自己嘅。當我哋係一個初學者嘅時候咧，咁我哋要做到勝從敗中求咧，就比較容易嘅。但係當你去到一定嘅程度，有人注意你、期待你有表現嘅時候咧，要保持嗰種初學者嘅謙虛同埋開放嘅心態咧，就唔係咁容易啦。喺 NBA 籃球界，好多人都知道 Michael Jordan 咧喺比賽最後1分鐘投籃成功而為球隊贏得比賽嘅紀錄咧，係超過晒所有 NBA 以往嘅任何一個球員嘅喎。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嘅就係 Michael Jordan 咧喺球賽最後1分鐘投籃失敗而唔能夠為球隊反敗為勝嘅紀錄咧，都係超過咗 NBA 史上嘅任何一位球員嘅。令到 Michael Jordan 成為一個咁出色優秀嘅球員咧，並唔係佢完美嘅表現，而係佢嗰種願意接受挑戰嘅一種態度。第四，化逆境為轉機 ，using adversity。作者有一次參加全美嘅推手冠軍賽前嘅7個星期咧，佢為咗加強訓練咧，就跨組別咁參加咗另外一個地區性嘅錦標賽。點知喺呢個比賽嘅時候咧，佢整傷咗佢嘅右手，令到右手骨折。咁佢嘅醫生咧就要求佢要休養6個星期右手。咁於是乎咧，佢打咗石膏嘅呢個右手咧就唔能夠再進行任何嘅訓練啦。咁但係作者又唔想放棄7個星期之後嘅呢一個比賽喎。於是乎佢就嘗試訓練佢嘅左手，再加上用冥想嘅方法咧，想像自己右手咧都要參加訓練嘅。咁作者由一開始唔習慣用左手啦，到佢慢慢可以用左手同佢嘅隊友對打，之後再過幾個星期之後咧，佢慢慢可以單手咧齋用左手就可以打贏佢嘅對手啦。到第6個星期咧，佢右手拆咗石膏之後咧，佢感覺自己好多隻手出嚟咁樣喎，亦都同時因為咧佢每日都用冥想嘅方式去訓練自己右手啦。佢拆石膏嘅時候咧，個醫生都好驚訝，佢右手肌肉量咧竟然冇減少到嘅。如果唔係因為右手嘅骨折咧，佢亦都唔會刻意訓練佢呢個左手。但係因為呢一次嘅意外，再加上佢唔想放棄嘅精神咧，佢就將左手訓練到越嚟越犀利啦。就喺正式比賽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左右開弓，好順利咁攞到冠軍嘅。喺學習嘅過程中咧，難免有挫折嘅。點樣可以化逆境為轉機咧？主要係心態上面嘅調整嘅。所以即使我哋冇受傷咧，我哋都可以想辦法令自己得到一啲好似受傷同埋挫折嘅時候得到嘅一啲啟發。譬如話籃球運動員可以嘗試係用左手運球啦，而足球嘅運動員又可以嘗試係用左腳去踢波喎。每一次嘅痊癒或者係挫敗之後咧，你都要嘗試令自己比上一次更加好嘅。第5，啟動專注模式 ，Building your trigger。喺每一個專業嘅領域裏邊咧，思路清晰、專注當下、臨危不亂咧，都係優秀人才嘅一啲特色嚟嘅。好多人咧都曾經試過喺危急關頭咧進入一種極度專注嘅狀態嘅喎。脫穎而出嘅關鍵咧就係訓練自己經常進入呢種極度專注嘅一種狀態。咁點樣先可以隨心所欲咁樣進入呢種極度專注嘅狀態，令到佢好似呼吸咁樣成為自己日常生活一部分？喺你遇到壓力嘅時候咧，都唔影響你嘅表現，能夠唔會因為一啲雜念而分心。
咁作者就提出我哋可以多做一種咧，就壓力同復原嘅一種練習嘅，即係話咧，你喺進行高強度嘅訓練之後咧，你就完全放鬆，進行一個休息。越係能夠喺完全專注同極度放鬆嘅呢兩種狀態之間切換咧，佢能夠加強你體能同埋心態嘅嗰種抗壓性，令到你嘅表現可以穩定嘅。呢一種壓力同埋復原嘅訓練咧，有少少似 HIIT 嘅嗰種訓練模式嘅。咁作者咧亦都設計咗一種按照你自己喜好而自定嘅一種觸發專注嘅一種儀式。咁佢呢個方法咧係可以令到人咧可以喺最快速嘅時間咧進入一種極度專注嘅一種狀態嘅。佢嘅儀式係咁樣嘅，我哋用 Danny 作為一個例子同大家解釋一下先。首先咧，你就問下自己喺生活裏邊咧有一啲咩事情咧，你係會容易進入一種極度專注同埋寧靜嘅狀態嘅。咁 Danny 嘅 case 咧，佢就係同佢個仔玩波嘅時候啦。跟住咧就再揾一啲幾組你都係好享受嘅、好愉快嘅一啲活動咧，就將佢設計成為一種固定嘅4至5個步驟嘅一啲模式。咁 Danny 嘅模式係咁嘅，佢先食10分鐘嘅點心，然之後做15分鐘嘅冥想，再做15分鐘嘅伸展運動，之後再聽10分鐘嘅 Bob Dylan 嘅歌，跟住佢就會同佢個仔玩球啦。跟住你就每日照住呢個程序做，去做1個月嘅時間。等呢一個成個程序咧變成內化咗你嘅一個模式啦。要創造個人觸發機制嘅重點咧，就係呢啲儀式同埋後邊嗰個活動之間嘅一種生理嘅連結嘅。好似 Danny 嚟講，佢同佢個仔玩波咧係一種放鬆專注嘅狀態。咁所以咧，我哋就揾一啲儀式，令佢做呢啲活動嘅時候能夠連結咗佢呢種放鬆嘅一種狀態嘅。一旦你吸收同埋內化咗呢種模式咧，咁你就可以喺重要嘅活動之前咧就進行一次咯。即係話，譬如 Danny 喺佢開會之前咧，咁佢就可以先食10分鐘點心啦，做15分鐘嘅冥想，做15分鐘嘅伸展運動，再聽10分鐘嘅 Bob Dylan，再去開會咧。咁開會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種好似同佢個仔玩球嗰種專注同埋放鬆嘅一種狀態，令到佢表現係最好嘅。當你習慣咗呢個模式嘅時候咧，你可以嘗試下進行一啲簡化嘅。咁譬如話，你可以減少一啲活動嘅時間啦，或者刪減某一個環節，睇下你可唔可以達到翻嗰種相同嘅心理狀態嘅。呢一啲儀式咧係因人而異嘅，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好嚟設定翻。有好多嘅職業運動員咧，其實佢都有自己一啲個人嘅固定嘅儀式，令到自己可以喺進行比賽之前咧就進入一個極佳嘅專注狀態，等自己嘅表現達到最好嘅。你都可以試下設計一種啱自己嘅啟動專注模式啦，令到你可以喺一啲重要嘅場合，譬如話你去見工啦、開會啦、做手術等等之前咧，你就進行呢個儀式，幫到自己咧去啟動呢個觸發專注一個機制，令到自己有更好嘅表現嘅。學會咗專注咧，唔單止有助你學習同埋表現，更加會提高你嘅感受力，令到你更能夠感受生活裏邊嘅一啲樂趣嘅。你咧，你有冇曾經試過為自己做一啲個人嘅儀式咧？有嘅話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以上5點嘅整理咧，希望能夠幫到你提升你嘅學習能力，喺你追求卓越嘅過程裏邊保持一種好健康嘅心態，表現出最好嘅自己。我自己就好中意學習一啲新嘅嘢嘅，因為每一次學習新嘅事物嘅時候咧，都會帶俾我一種好似翻去小朋友嘅時候嘅一種單純嘅快樂。你咧，你而家有冇學緊一啲咩新嘅嘢咧？喺下邊嘅留言話俾我知啊，又或者可以加我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share 一下嘅。我覺得呢本書咧都好值得一讀嘅。咁我將購書嘅 link 咧擺咗喺描述欄裏邊，有興趣咧可以 click 嚟睇一睇嘅。好多謝你睇呢條片。如果你中意呢個內容咧，請你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咁好多謝你嘅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